进了夫人的车，你赔得起？别打了，给他点吃的。夫人，这乞丐臭烘烘的，您别沾了晦气。刚才我家车夫莽撞了，这些吃的你拿去吧。这眉眼，这轮廓，阿暖，阿暖，我的阿暖！夫人节哀，大小姐已经去了。不可能，我的阿暖5年前就得疫病死了，这乞丐怎么会与我的女儿如此相像？是你吗，阿暖？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别怕，跟我走。夫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可是个疯乞丐啊！闭嘴！我要把他带回侯府，再敢多嘴，立刻发卖。再去打点水来。是。江宁，你是不是闲得慌？外面什么脏东西你都往家里领，我侯府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这什么味儿？赶紧把那玩意儿给我扔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地盘。就算是对待牲畜，侯爷也不至于这么刻薄吧？更何况那是个人。李妈妈，多打些热水，找身干净的旧衣裳，给他好好洗洗。是夫人。到底想干什么？全京城谁不知道你江宁带了个乞丐回府？你让我同僚怎么看我？老张赶车急了，抽了他一鞭子。我下去看，发现他长得很像阿暖。夫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这道理你不懂吗？我知道你想女儿，但那就是个疯乞丐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侯爷觉得脸面比人命重要，那也得看是谁的命。这种来路不明的贱民，万一带着异禀怎么办？趁现在没人看见，赶紧捆了，扔回街上去。侯爷平日最讲究风度仪态，府里大小事你都懒得管，今天怎么为了个乞丐反应如此过激？你在怕什么？人我已经留下了，谁也别想赶走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夫人，洗刷干净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眉眼，这鼻子，还有这独一无二的梨窝，都和阿暖一模一样啊！你留个又疯又傻的玩意儿在家里，传出去我的脸往哪儿搁？赶紧把他丢出府去！他不是玩意儿，他是个人。再说，这是我的院子，我养什么人还得看外人脸色。你这是存心跟我作对！趁现在还没闹大，赶紧把人弄走，否则别怪我不顾夫妻情分！夫人，您看看这孩子，这得遭了多少非人的罪呀！太医，他的腿……回夫人，外伤好治，但这腿曾经被人硬生生打断，耽误太久，骨头长歪了，怕是这辈子都得瘸着了。什么？打断的？不仅如此，他这疯病也并非天生。老夫观其脉象，虚浮杂乱，脑中淤血未清，应是被长期灌下某种慢性毒药，伤了根本的脑子。中毒？正是。老夫先开几副安神解毒的药试试。至于神态能恢复几分，只能看天意了。是谁如此狠毒，对手无寸铁的你下毒，还残忍打断你的腿？别打我，好痛！不要杀我！姨母不要！别怕，没人打你，你安全了。娘，这样抓着娘就跑不掉了。我的阿暖根本没有死，5年前的丧事全都是假的。夫人，老奴按照您的吩咐，悄悄去查了。 5年前阿暖病死前后，他院子里近身伺候的那些老人，现在都在哪儿？全都不在了。贴身大丫鬟秋觉回乡探亲路上失足落水死了，奶娘张氏在阿暖下葬后第2天突发疾病没了，还有几个2等丫头全都不知所踪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故。好一个死无对证！
看来，那所谓的疫病，根本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。去大厅，我倒要看看府里这群魑魅魍魉还能装到几时。母亲，我听闻您在外头捡了个疯乞丐回来。您知不知道外面传得多难听？说您得了失心疯，对着个叫花子喊女儿，您不要脸，那么侯府和皇子府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姐姐，我知道你想阿暖，那乞丐来历不明，万一是谁家的逃奴，赖在咱们侯府，以后甩都甩不掉。听妹妹一句劝，给点银子打发了算了，别惹祸上身。母亲，您真是疯魔了！姐姐5年前就得疫病入土为安了。你们在怕什么？一个疯子而已，能翻起什么大浪？还是说你们怕他真是我的阿暖，从地狱里爬回来找你们索命来了？江宁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、危言耸听！阿暖死了5年了，骨头都化成灰了，这就是个低贱的乞丐！你赶紧把人给我赶出侯府！是啊，姐姐，阿暖还是你亲手钉的棺材，眼看着埋的。你肯定是太过想念女人，魔怔出现幻觉了。好的很！既然你们一个个都这么笃定，那便验一验就是了。姐姐，你想干什么？去陵园开棺验骨。你疯了！死者为大，入土为安。阿暖都死了5年了，你要去惊扰他的亡灵，你这当娘的心肠怎么这么狠毒？我心肠狠，我要是心肠狠，现在就该让你这个做爹的直接给我的女儿陪葬！我现在就是要看看棺材里躺的到底是谁！姐姐不可啊，不能开棺啊！开棺会损阿暖的阴德，会让他来世都不能投个好胚啊！你这是要让他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啊，姐姐！母亲，你怎么能为了个疯乞丐，你要去掘姐姐的坟？暂且放着侯府的明日不说，你让姐姐在地下如何安息啊？怎么，你们这么怕我开棺，到底是怕阿暖死不瞑目，还是怕里面的东西见不得光？荒唐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还在这个家里1天，你就别想动阿暖的坟。你要是敢带人去，我就休了你！沈冲，我是圣上亲封的一品诰命，是镇国大将军的亲妹妹。你有本事，现在就写休书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这个靠着岳家起来的侯爷腰杆硬，还是我兄长的刀快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姐姐，侯爷也是为了阿暖在九泉之下能得安宁，你怎么能拿大将军来压他呢？这传出去，岂不是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？母亲，您就是太霸道了。父亲也是一家之主，您怎么能这么跟父亲说话？我不是来跟你们商量。我现在就带人和仵作去陵园，谁敢拦我，我就从谁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挖！起棺！夫人，您看，这不就是大小姐吗？夫人，您快让人带回去吧！惊扰亡灵是大罪呀，夫人。大小姐在天之灵，若是怪罪下来，咱们侯府全都要遭殃啊！验。回禀夫人，这尸骨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大小姐是5年前下葬的，5年以上的尸骨，骨质风化会更严重。但这具骨头成色较新，腐化的痕迹顶多不超过3年，而且这具尸骨的主人年纪绝不是一个及笄了的少女。大家都听清楚了，这棺材里的人根本不是我的女儿。啊！夫人，血液相融，这确实是您的亲生骨肉。
好得很。棺材里躺着个假的，我的真女儿却在外头做了整整5年乞丐。这哪里是病逝，这是有人容不下她，要把她活活逼死。我的女儿啊，阿暖，是爹爹对不住你啊！爹爹当年真的以为你病逝了。原来阿暖受了这么多苦，真是心疼死姨母了。来人，去把全府上下的管事和下人全都给我叫到院子里来。都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，我的女儿，也就是侯府的大小姐，失踪5年，如今找回来了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让我听见有人在背后嚼大小姐半句舌根，直接乱棍打死。谨遵夫人吩咐。阿暖别怕，娘带你回正院。阿暖乖，再吃一口，吃饱了身子就不冷了。夫人，大小姐这情况实属不太好。太医有话直说，我受得住。这姑娘身上的外伤虽然恐怖，但用极好的伤药慢慢调理，假以时日总能痊愈。只是她体内的毒沉积的实在太久了，已经彻底伤了脑子的根基。神智能不能彻底恢复不好说，或许哪天受了极大刺激，能想起来点什么，但也可能这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了。是，就算阿暖一辈子这样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我也养他一辈子。不管用多少名贵药材，不管用什么凶险法子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绝不放弃。夫人，5年前的事查到眉目了。属下查实，当年是江玉柔暗中跟管家递的黑话，造谣说大小姐染了极易传染的疫病，她就是借着这个恶毒的由头，把原先伺候大小姐的老人全打发去了偏远的庄子上，美其名曰是为了全府安危，要强行隔离。既然是疫病，为什么不给我送信？夫人，当年二夫人江玉柔借口说，怕您知道了消息赶回来也会染上疫病，所以她严令府里上下任何人都不准给您递消息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大小姐的院子，甚至连大夫都不让请。不给递消息，不让请大夫，这哪里是怕传染，这分明是想让我的阿暖自生自灭。宁儿，你节哀，阿暖得的是疫病，来得又急又凶，孩子才患上没2天便去了，甚至没能撑到你回来见他最后一面。竟不想他居然把人全撤走。这么说，江玉柔是间接害死了我的女儿。回夫人，就目前查到的线索来看，确实如此。当年那几个被发配到庄子上的老人，后来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没剩下几个活口了，线索极其难查。江玉柔不过是一个后宅妇人，她就算再得宠，也没那么大本事在侯府里只手遮天，这背后肯定还有人帮她掩护。继续查，顺着江玉柔这条线给我往上摸，去查查那段时间她和谁走得近，收了谁的好处，见过什么人，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也绝不能放过。我要知道究竟是谁在帮她。属下遵命，这就去办。江玉柔，你们欠我女儿的，我要你们1000倍万倍的还回来。阿暖，真好看。夫人，小姐该喝药了，给我吧。阿暖乖，把药喝了，喝了病就能全好了。夫人，属下有急事禀报。阿暖先自己玩一会儿，娘去处理点事。什么事这么急？夫人，有线索了，我们找到了当年大小姐奶娘刘妈妈的儿子。快把人带进来。小人赵大见过夫人，给夫人请安。起来说话，你们都退下，把门关上。没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准靠近正厅半步。你说你是刘妈妈的儿子，你可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身份？夫人，小人有证据，这是我娘临终前留给我的遗物，让我一定要收好。这确实是我当年赏给刘妈妈的物件，
上面刻着他的生肖，这东西做不得假。你果然是刘妈妈的儿子。你娘当年尽心尽力伺候阿暖，是个忠仆。你娘当年虽然被赶出府，但身子一向硬朗。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他们对外说我娘是疾病暴毙，但我娘身子好得很。她被赶出侯府不到半个月，人就没了。死的前一晚，她把我叫到跟前，拼了命地抓着我的手。我娘告诉我，大小姐根本不是得疫病死的，大小姐是被人活活害死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娘是怎么说的？原原本本告诉我。我娘说，那时候夫人您正好回了娘家，府里是二夫人江玉柔掌了权。那天晚上，我娘亲眼看见江玉柔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，带着几个粗使婆子闯进了大小姐的房间。阿暖乖，姨母来喂你喝药了，喝了这药你就再也不痛了。我不喝，姨母不要！按住他！给我咽下去！你这小贱种，只有你死了，我的玉儿才能当嫡女！我娘说大小姐不肯喝，江玉柔就让人捏着鼻子硬灌，灌完之后大小姐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，没撑过2天就咽气了。江玉柔怕事情败露，借口疫病传染，把当时在场的人全都打发了。我娘因为年纪大，又是府里的老人，才多活了几天，但最终也没逃过被灭口的面场啊。江玉柔，你这个毒妇，我的阿暖当年该有多痛多绝望！赵大，小人在。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一字不递的写下来，画押作证？敢！我娘死得冤，大小姐死得惨，只要夫人能给他们报仇，把那毒妇千刀万剐，小人这条命豁出去了。好，来人，备笔墨纸砚。姐姐，阿暖去了，我知道你心里苦。玉儿这孩子聪明伶俐，就过降到您膝下，给您当嫡女，承欢继下吧。原来是早就计划好了，先是除掉我的阿暖，再把她的种捧上嫡女的高位，踩着我们母女的尸骨往上爬。好一个狸猫换太子！去传话，就说我有要事找江二夫人商量，请她即刻过来。是夫人。姐姐，听说您找我有要事商量，可是府里的中服账目有什么问题？找你聊聊5年前的事。姐姐，您怎么又提那些伤心事了？阿暖都已经去那么久了，您总是这么伤怀，侯爷若是见了，该多心疼啊！听说阿暖当时染病的时候，你把伺候他的人全都调走了，连个送信出门的下人都不留，连大夫都不让请。你当时美其名曰是为了隔离。姐姐，您这话可是冤枉死妹妹了。当时那病来的有多急，您是知道的。大夫亲口说是会传染的恶疾，我是为了咱们侯府上下几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啊！姐姐若是因为这个怪罪我，妹妹也只能受着了。姐姐您想想，万一那疫病传开了，可怎么得了？老太太本就身子弱，受不得惊吓。侯爷每天在朝堂上公务繁忙，操劳国事，要是他们都染病倒下了，咱们这偌大的侯府不就全乱套了吗？我也是迫不得已才狠下心把人隔开的，谁知道阿暖那孩子福薄，竟然没挺过去。我这几年心里也一直不好受啊。好一个不得已！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所以理所当然的牺牲我女儿一个。江玉柔，你这大义灭亲的菩萨心肠，演的还真是入木3分啊。姐姐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妹妹怎么听不懂？您是不是听了底下那些碎嘴婆子的什么谗言？别装了！当年阿暖的奶娘刘妈妈临死前把什么都告诉他儿子了，包括你那天晚上是怎么端着毒药闯进去的，怎么让人按着阿湾的手脚，又是怎么亲手捏着他的鼻子硬生生灌进去的？你胡说！这是污蔑，是有人要害我！污蔑？这上面是他儿子的证词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，上面还按着红手印。要不要我亲自念给你听听，看看你是怎么趁着我不在府里买通下人，把我的亲生女儿活活灌死的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刘
刘妈妈早就被你灭口了是吗？可惜啊，百密一疏，他儿子还活着，已经把5年前你如何指使刘妈妈的真相吐得干干净净。这是假的，姐姐，你到底从哪里找来的刁民污蔑我？我怎么可能害安暖？我疼他还来不及。疼他，疼到用毒药灌他，疼到把他活生生埋在棺材里。江玉柔，证据摆在眼前，你还敢抵赖？整整5年了，你就是戴着这副面具，在我面前扮演着姊妹情深。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我拿下！放肆！你们敢碰我，滚开！姐姐，我是镇国将军府的2小姐，是这侯府的贵客，你没有证据不能抓我，你这是动用私刑。在这侯府，我江宁就是规矩。大理寺少卿是我兄长的老部下，我已经打过招呼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死不了。我女儿受过的苦，我会从你身上1000倍、10000倍的讨回来。你这个疯女人！带走！都给我滚开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，连本皇子妃也敢拦！母亲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要抓柔仪？你知不知道柔仪对我有多好？她害死了我的女儿，这理由够不够？母亲，我看你是糊涂了吧？姐姐不是没死吗？那个疯乞丐不就是姐姐吗？既然人还活着，你凭什么抓柔仪？你对自己的亲妹妹这么狠，传出去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，说你容不下人吗？活着，是活着，可那是怎么活的？是当了5年人不人鬼不鬼的乞丐，是浑身遍布新旧伤疤，瘸了一条腿在地上爬，是神志不清，连娘都不会叫。在你眼里，只要人没死透，阿暖受的那些地狱般的折磨就不算数是吗？本来就是，人既然找回来了，养在后院就是了，非要闹得家宅不母亲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丧良心的混账东西！我这5年倾尽所有栽培你，真是把心肝喂了狗，养你真是不如养一条狗！你疯了！我要告诉六殿下，说你无视皇室宗亲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按住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低贱的奴才！母亲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拿戒尺来！你不是最能说会说吗？不是最喜欢讲道理吗？你敢！带着你的人，立刻滚出侯府。从今往后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若敢再踏进这道大门1步，我就直接打断你的腿。阿暖，还记得吗？你3岁那年，非要学刺绣，结果把自己的手指头扎破了，哭得鼻涕泡都出来了。还有你养的兔子小白，后来老死了，你把它埋在花园里，还给立了个小墓碑。娘一定会治好你，一定。阿暖乖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娘给你擦擦脸，好不好？等你病好了，娘每天都买城南的桂花糕给你吃，哪怕你一辈子听不懂，只要能让我守着你，就足够了。阿暖，娘在呢，娘在呢，娘的乖女儿，娘一直都在。只要时间足够，我的阿暖一定会好起来，一定会的。是皇子妃来了。这白眼狼这回又想整出什么幺蛾子，真是一刻也不让人安生。母亲，您可算出来了。你今日这般大张旗鼓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母亲，我是奉六殿下的意思来的。柔仪毕竟是你娘家的妹妹，就算她有错，那也是咱们侯府的家务事，你私自将她关押起来，这可不合规矩吧？母亲，你也别嘴硬了，我已经派人去大理寺查过了，大理寺根本就没有立案，也没有下发任何公文，人是你私下扣押的。说白了，母亲，你这叫滥用私刑，这可是要定罪的。母亲，你别忘了，
我现在的将军可是六皇子。你一个侯府的夫人，就算有将军府给你撑腰，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个臣子。你难道觉得自己能斗得过皇家吗？识相的，赶紧把人给我放了，然后再亲自去给我揉衣赔个不是。这事儿我也就大度一点，算了吧。拿六皇子来压我。沈月，你是不是脑子被打坏了，连自己是怎么上位的都忘了？你能坐上这个皇子妃的位置，是靠你自己的本事吗？是我江宁拿真金白银，拿着将军府的人脉，硬生生把你堆上去。我不把江玉柔那些恶心人的丑事张扬出去，原本是想给你留几分体面，好让你能在六皇子府里安安稳稳的当你的皇子妃。可我万万没想到啊，你这蠢货竟然自己上赶着来找死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李妈妈，派个利索的人把这封信立刻送到六皇子府上，务必亲手交给六殿下。站住！你信里写了什么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把你亲生母亲江玉柔是怎么下毒毒杀我的女儿，还有你根本不是侯府嫡女，只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的出身，全都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罢了。你疯了！你绝对不能把信送出去！沈月，你说六皇子若知道了真相，他会怎么想？他可是堂堂皇子，若是发现自己千挑万选娶回来的竟然是个杀人犯的女儿，还是个狸猫换太子的冒牌货，皇家最看重的就是脸面，到时候你这高高在上的皇子妃还能不能坐得稳？母亲，您别逼我，您以为您就干干净净吗？您就不怕我把您带人撕开棺木惊扰亡灵的事也宣扬得满城皆见？到时候侯府颜面扫地，对您又有什么好处？别忘了，您现在还是侯府的主母，侯府的脸面就是您的脸面。侯府的颜面！沈月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我的阿暖被你们这群畜生害得生不如死的那天起，这侯府的颜面在我眼里就连脚底下踩的烂泥都不如。李妈妈，送客，把这封信还有这位高高在上的皇子妃一并给我请回六皇子府。老奴遵命。来人呐！放肆！你们这些贱奴！我是皇子妃，你们敢碰我！殿下有令，即刻休妻，将你逐出皇府。夫人，这真乃奇迹啊！毒伤脑髓，原本回天乏术，如今能恢复到这个地步，全靠您尽心尽力的照料。多谢太医，剩下的慢慢养便是，我不急，我有的是时间。阿暖，看着娘，这个是碗。阿暖，这是勺子，这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。娘，娘在。阿暖，跟着娘念天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天，天，对，阿暖真聪明，就是天。阿暖看，那是海棠花，漂亮吗？娘种树，我长大，等树开花了，阿暖也就长高高啦。好，娘等我们阿暖长高高。娘亲种的。阿暖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娘亲种的。对，是娘种的。阿暖真棒，阿暖记起来了，娘的阿暖记起来了。不要过来！我要娘！我要娘！别碰我！哎呦，爹娘，我错了，别打我，好痛！果然是你们，沈愁、江玉柔。不怕了，不怕了，阿暖不怕，坏人都被娘打跑了，再也没人能伤害你了。娘，真的是娘，是我，是我。阿暖，你认得娘了，你终于认得娘了。娘，我好怕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回来就好，不怕了，有娘在，以后就算天塌下来，娘也替你顶着，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。来，先吃点东西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阿暖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能告诉娘吗？你要是觉得难受，就先不说，娘不逼你。娘，我都想起来了，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他们为了让沈月名正正顺的当上侯府嫡女，就设计要害我。后来他们以为我死了，就草草把我装进棺材埋了。但我没死透，半夜下雨了，我醒了，棺材里全是泥水，我喘不过气，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竟然推开了一道缝，硬生生从土里爬了出来。可我拼了命从地狱里爬出来之后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变成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疯乞丐。沈冲、江玉柔、沈月，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，让你们生不如死！阿暖，这个血海深仇，娘发誓一定会替你百倍千倍的讨回来，但绝不是现在。你必须听娘的话。你舅舅还在边关打仗，大军还未班师回仓。沈崇那个畜生再怎么说也是个有爵位的侯爷，我们现在没有实打实的铁证，光靠你的一面之词，不仅扳不倒他，反而会被他反咬一口，说我们风言风语。娘，我明白，我该怎么做？你要帮娘演一场戏，继续装疯，你要装得比以前更疯，谁也不认，见人像一条真正的疯狗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彻底放松警惕，觉得你只是个没有威胁的废人，娘才能在暗中布下天罗地网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好，娘，我听您的，我一定演好这个疯子。这又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侯府，怎么天天闹得像鸡飞狗跳一般？侯爷，阿暖这2日病情突然又恶化了，不知是不是夜里受了惊吓，现在连我都不认得了，见人就咬。鬼来了！走开！你走开啊！放肆！简直是不可理喻的疯婆子！既然连你这个当娘的都不认了，那就去找2条铁链来，把她死死锁在屋里，别动不动放出来吓人，侯府的脸都被她丢尽了。侯爷息怒，妾身定会让人看好他的，不让他冲撞了侯爷。哼！沈崇，你当然希望阿暖永远疯下去，你甚至巴不得她早点死，好给你那见不得光的私生女腾出嫡女的位置。阿暖演得真好，委屈你了，再忍耐一段时日，娘一定让她血债血偿。拿好这封信，去马厩挑一批日行千里的最好快马，带足盘缠，日夜兼程，绝不耽搁片刻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往边关，务必将此信亲手交到我兄长镇国大将军的手里。属下遵命，夫人放心，属下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必定将信送到，万死不辞。母亲，你开开门啊！我知错了，是月儿糊涂，月儿被休了，现在无家可归，您就原谅我这一回吧，母亲。李妈妈，你帮我求求母亲，让我进去吧。大夫人有令，让我传个话给你。大夫人说，咱们侯府庙小，容不下你这位尊贵的皇子妃这尊大佛，让你哪儿来的就回哪儿去。不要，我是侯府的女儿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夫人，你在喝茶呢？侯爷有何贵干？夫人，月儿已经在门外跪了整整3天了，滴水未进呢。他跪他的，与我何干？他可是六皇子府的人。夫人，事情是江玉柔那个毒妇做错的，与月儿无关啊。她当时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她毕竟是你亲手养大的女儿，现在她被六皇子休了，无依无靠的。要是真饿死在街头，外人怎么看我们侯府？传出去也不好听了。罢了罢了，你说的也有理，终究是放在身边养了这么多年，总不能真看着他活活饿死在咱们家门口。让他回来吧。夫人真是宽宏大量，为夫替月儿谢过夫人。慢着，回来可以，但只能住回他以前那个偏僻的院子。还有，告诉他，既然是被休回来的罪人，
就给我安分守己，没有我的允许，绝不许在府里到处乱跑，更不许踏入主院半步。夫人放心，我一定严加管教，绝不让他碍夫人的眼。回来的正好，沈月留在侯府里就是瓮中捉鳖，省得我以后还要满京城去找这条丧家之犬，正好一锅端了。信越，京中宵小，敢欺无媚人女，找死！大军已启程，下月末抵京。沈冲、江玉柔、沈月，你们这群畜生的死期就要到了。我几乎能想象到沈冲身败名裂、跪地求饶的样子了。娘亲，你看，我能正常走路了，一点都不疼了，太好了，我的阿暖全好了。上天终究还是心疼我们母女的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沈冲，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。母亲，何事？我不是说过没我的允许，不准你踏入主院半步吗？母亲息怒，是大理寺那边传来了消息，大理寺下了判决文书，姨母她被判了秋后问斩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怎么，你是来替他哭丧的？不是的，是姨母托狱卒带了话出来，说想见你一面。见我？一个将死之人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不去。姨母说，她愿意用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换您去皇上面前求个情，饶她一命。天大的秘密，能是什么秘密？无非就是想告诉我当年的事，沈重也有份，想把水搅浑，指望我看在夫妻情分上保他不死罢了。回去告诉他，不必了。母亲，您难道就不想知道是什么秘密吗？万一……闭嘴！你以为你们那点龌龊奏党能瞒天过海吗？他肚子里那点脏事儿，我早就查得一清二楚，一件不落。他以为他手里握着什么免死金牌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回去转告江玉柔，让他在死牢里安心等着上路吧。至于这侯府里的人，该死的一个都跑不了。小妹，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阿暖，别怕，这是舅舅。舅舅回来了就好，舅舅回来了，以后谁也别想欺负你。沈冲这个王八蛋，老子这就去宰了他，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。哥，你别冲动，放开我！今晚不杀此贼，我誓不为人。哥，一剑杀了他太便宜他。后天就是太后寿宴，满朝文武都在，我要在寿宴上让他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我要他受尽千夫所指，在极度绝望中去死。好，你刚回京，哥哥绝不为了这种人脏了手。但只要有哥哥在，这满朝文武，谁也别想颠倒黑白。也是江夫人带进来的孩子，瞧着面生的很啊，走路还有些跛，莫非是从老家接来的穷亲戚？江氏，你身边这孩子挨家瞧着很是面生，是哪家的闺秀啊？怎么以前从未见你带出来过？阿暖，别怕，跟娘来。回太后，这不是别人家的孩子，这是臣父的亲生女儿，沈家嫡长女沈昭华。沈家嫡长女不是说5年前就病逝了吗？当年可是办了隆重的丧礼，怎么又活生生站在这里了？江氏，你可知欺君之罪？当年沈侯爷可是亲口向朝廷报的丧，臣父不敢欺瞒太后。5年前，臣父离京探亲，我那好妹江玉柔与沈重暗通房子，趁机换走阿暖身边的所有下人。他们拖延大夫，强灌毒药，甚至在阿暖还有一口气时，将他活活钉入棺材活埋。若非我儿命不该血，从那暗无天日的坟坑里爬出来，做了整整5年的残疾乞丐，这桩滔天惨案恐怕有无见天之日。太后明鉴，他疯了，他在胡言乱语。臣父所言句句属实，这里有老仵作开棺验骨的文书，有当年参与活埋的下人画押的供词，请太后皇上明鉴，还我儿一个公道。岂有此理！天子脚下朗朗乾坤，竟有这等禽兽不如、丧尽天良之事！大理寺卿何在？给朕立刻彻查，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
启禀皇上，严查核实，姜氏城中之证据确凿无误。沈侯府棺木内确属一具无名动物骸骨。沈崇与妻妹姜玉柔私通，毒害嫡女，伪造身份顶替嫁入皇家一案，证据链完整，无可狡辩。沈崇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罪臣知错，罪臣糊涂啊！都是姜玉柔那个毒妇，是他迷了罪臣的心窍，是他一手策划的。求太后、皇上念在罪臣往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开恩啊！哼，开恩？你残害亲生嫡女，私通妻妹，欺瞒朝廷，甚至还让一个私生女冒充嫡女嫁入皇家，混淆皇室血脉。这桩桩件件，哪一条不够砍你的脑袋？竟还有脸求哀家开恩！来人，给哀家拉下去！传朕旨意，誓夺沈崇侯爵之位，抄没其全部家产，与姜玉柔一并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不，皇上饶命啊！太后娘娘，臣妾是无辜的，当年臣妾年幼，都是父母的安排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沈月冒充嫡女，犯欺君之罪，念其年幼受人摆布，免其死罪，即刻废除所有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剥去华服，永世不得踏入京城半步，给我轰出去！放开我！我是皇子妃，我是侯府千金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宁儿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阿暖哥，对不起你啊，都是我混蛋，是我被姜玉柔那个贱人的猪油蒙了心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啊！哭够了吗？这是啊，我的阿暖呀！你知道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画的吗？这是阿暖5岁那年画的。那天他为了画好你的脸，弄得满手都是墨汁。画好之后，他兴冲冲地跑到书房，满心欢喜地想亲手送给你。结果那天你正忙着在书房里陪姜玉柔，根本没空见他。宁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让我见见阿暖好不好？让我亲口跟他说声对不起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们。你不配！阿暖的爹5年前就死了。在他眼睁睁看着给自己亲生女儿灌下毒药，看着她被活埋入土的那一刻，就已经死得透透的了。你欠阿暖一条命，但凡你还有一点人心，就认罪受刑赎罪吧。沈崇名下那些来路不正的产业，全给我卖了变现。是。还有，我陪嫁过来的铺子和庄子，统统收回手里。把府里的人遣散，这宅子我也看着恶心，一并挂出去发卖。是，大夫人。娘，这里的空气好甜呀！喜欢这里吗？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新家。娘，你看这只蝴蝶好大呀！慢点跑，当心摔着。夫人，小的从城里采买回来，在茶馆里听到了些关于那位的消息，顺嘴跟您提一句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听说那沈月被赶出京城后，身无分文，为了口饭吃，居然嫁给了个偏远乡下的土财主做田房。然后呢？那财主是个暴脾气，动辄打骂，把他当牲口使唤，吃不饱穿不暖。他受不了那种折磨，人变得疯疯癫癫的。前几天跑出去就没再回来，也不知道是死在哪条水沟里了。知道了，下去领赏吧。娘，这月季种下去，明年会开花吗？会的。只要用心养，肯定会开出最漂亮的花。娘，那开了花，我可以摘下来插在娘屋里的花瓶里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阿暖喜欢，想摘多少都行。
娘，香不香？香，真香。